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尝试跟中国人模仿1小时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说话怎么了？语气比较特别吗？对，就是那种特别有劲儿。有劲儿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感觉很直接，声音也很有力。哦，我好像有点懂了。你最近模仿了吗？我昨天去买菜就尝试了一下。结果呢？人家有没有觉得你怪怪的？那个阿姨看我一眼，她笑了。哈哈，是不是觉得你很可爱啊？我觉得她以为我有点紧张呢。哈哈，这真的太好玩了。你有没有遇到过想说的很像？我懂，那种感觉很微妙。不是发音，也不是词语的问题。就是整体的那个感觉。对，比如语速，还有神情动作。我也试过模仿中国人说话。真的吗？模仿了什么方面呢？我是模仿他们讲话的速度。哦，语速快还是慢的那种？有些时候，他们说的特别快。是的，感觉好像在抢时间。我努力跟上，结果累坏了。哈哈，跟不上是正常的。真的，我的舌头都打结了。所以，你模仿了1小时吗？我没有，大概只有20分钟。我尝试了1整小时模仿。哇，那感觉怎么样？累不累？挺累的，不过也很有趣。有没有让你发现一些秘密？我发现他们说话很有节奏。节奏感确实很重要。还有那个声音的起伏变化。对，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。模仿后，我感觉自己更投入。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方法。尤其是在日常交流的时候。模仿真的能帮我们开口说。是的，而且会更自然一些。你觉得模仿最难的是什么？可能是那个地道的劲儿。就是你说的那种有劲儿。对，要抓住那种感觉很难。不过，模仿真的很有用呢。是啊，下次你也可以试试看。我也想模仿1小时试试看。我们可以互相分享经验哦。哈哈，一定会有趣的。肯定会有很多新发现。哇，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了。我发现模仿能提升很多语感。语感啊，确实是学习的关键。尤其是在中文的语调和节奏。对，那种自然的起伏很难抓。我之前特别模仿“哎呀”这个词。哈哈哈，那个表情超常用呢。模仿时要加上点无奈感才行。哎呀，你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。还有不同情境下的具体用法。是啊，中文的语气是门艺术。就像中国人表达谦虚的方式。不说谢谢会说麻烦了。或者客气的推辞一下会更好。这种文化细节真是太有趣了。有次我直接说不用谢。哈哈哈，那对方的反应呢？对方反而觉得我有点生硬呢。啊，原来表达方式很重要啊。模仿后才知道，
要更加婉转。所以地道不只是发音准不准，更是深层文化背景的融入。模仿真的能让人更懂语境。是啊，不光是说话的本身，还有表情和肢体语言的配合。说到这个，中国各地方言也很有趣。你有没有尝试模仿过方言呢？我曾经试过川味儿的普通话。哇塞，那模仿起来一定很难。它的重音和节奏感完全不同。我上次模仿北京腔，差点笑场。哈哈，结果朋友怎么评价你？他们说我像在演一出小品呢。哈哈哈，这比喻太真实了。真的需要多听多感受才行。你觉得这种深度模仿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思维吗？对他们到底如何思考事情？就像理解他们的独特幽默，他们的委婉和直接表达方式。中国人的幽默感确实特别，有时候会是那种自嘲式的，或者话里有话的那种智慧。模仿有助于我们抓住这个精髓。哇，这真是太有深度了。模仿还能帮你应对一些更复杂的社交场合吗？对，比如饭桌上的客套话。哎呀，那个才是真学问啊。下次我们再具体聊聊这个吧。对呀，光是客套话就够我学1年了。你说的对，比如饭桌上劝酒夹菜。哈哈，我总是推辞，但又怕不礼貌。对，那是一种热情，也是一种表达。表示他们真心想让你吃好喝好。我一开始也误会了，觉得他们客气。我还以为他们真的不想我多吃呢。模仿后才知道，那是拉近距离的方式。哇，原来我错过了这么多隐藏信息。还有那种谦虚的赞美也很有意思。比如别人夸你，你不能直接说谢谢。常常要说哪里哪里，表示不敢当。我就直接谢谢了，感觉有点不自然。那是对自己的一种低调，很重要的。就像妈妈说我家孩子不行那种感觉。对，这种含蓄在很多地方都体现出来。说到这，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是啊，你们会怎么回应别人的夸奖？我发现这跟面子文化也有关系。没错，给对方留面子，也给自己留余地。所以拒绝别人邀请也要很委婉，绝不能让对方感到难堪，要找借口。我有次说太忙了，结果被问具体忙啥。哈哈哈，这就需要提前想好说辞了。真是太考验情商和语言能力了。有时甚至要先扬后抑，再表达拒绝。先夸对方，再表达自己的无奈是吗？对，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沟通技巧。我突然想到，送礼物也有这种讲究。比如送礼时常说一点小意思，或者说刚好路过买的，不要太刻意。其实礼品很贵重，也要说得轻描淡写。这也是为了不让收礼的人有压力吗？对，减轻对方负担，表示心意最重要。难怪我每次直接送，他们都觉得奇怪。模仿他们的语气和神态，会更自然。
真的，语气中的那种谦卑感很重要。有时一句多指教就能拉近距离。我还以为只有学生才说请指教呢。错了，这是中国人常说的客气话。哇塞，我学到了，以后要多用用看。这种细节真的是模仿才能体会到。所以模仿真的能打开新世界大门。它不仅仅是语言，更是文化的窗口。那要是遇到比较严肃的场合怎么办？比如同事之间意见不合，如何处理？哎呀，那可比饭桌客套话难多了吧？下次我们来聊聊如何优雅地表达反对。期待，那肯定很有意思。哈哈，是啊，这种反对艺术太难了。比如开会时，意见和老板不一致怎么办？我以前直接说我觉得不对，场面一度尴尬。哇，那可真需要勇气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大家表情都很微妙，老板也没再说什么。看来模仿直接反驳，可能效果不佳啊。是的，后来我学会了更委婉的说法。快说说，我特别想知道具体怎么做。我会先肯定对方，比如您说的很有道理。然后呢？这是套路吧？我猜到一点。不过，我有个小小的补充想法。哇塞，这个转折点太精妙了。对，要给对方留足面子，这是关键。以前我总觉得客气话是浪费时间。其实，它像润滑剂，让沟通更顺畅。我有一次在讨论方案时，差点就直说了。幸好你没说，不然可能就有点僵。我只是含蓄地提了一句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？你看，这比不行要好听100倍。对方果然听进去了，还主动解释。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以退为进吧。哇，原来这背后还有这种哲学思想。很多时候，话术反映着深层文化观念。那有没有那种无论怎么说都会得罪人的？哎呀，你问到了点子上，确实有。真的吗？比如哪些情况呢？有时是关于原则问题，不能妥协的。哦，那又该怎么表达自己的立场呢？这种时候，语气要更坚定，但态度要真诚。哎，这个平衡点真的很难把握呢。你可以尝试用我个人认为来开头。我个人认为，好像没那么冲。对，他把个人观点和事实区分开来。这样听起来就不是直接挑战对方了。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还有哪些表达方式？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也许我的理解不够全面。这种自谦的说法让人听着更舒服。但如果对方就是不听呢，该怎么办？哈哈，那就要看你的道行有多深了。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语言模仿的范畴。确实，要上升到情商和人际关系处理了。那我有个问题，假如对方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是说跟好朋友表达反对意见吗？是不是就可以更直接一点呢？理论上可以，但也要分情况和性格。哦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即使是朋友。有些人开得起玩笑，有些则很敏感。这就不是模仿能解决的问题了，要了解人。所以说，
语言是表象，文化是内涵。模仿的深层意义就是学会读懂这些。对，我们下次可以深入聊聊这个。我很期待，这太有意思了。对，这正是模仿的精髓所在。那具体到生活中，怎么体现呢？比如我们常说的察言观色。哦，就是读懂没说出口的意思。没错，这比单纯说话更难。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趣事分享？当然，我朋友第一次请客吃饭。哦，然后发生了什么呢？快说。他热情地夹菜，我客气推辞。这是中国人常有的礼貌吗？我本意是吃不下，真不想夹。哈哈，然后就被一直夹进碗里。对，他以为我只是不好意思。这就是文化差异的典型例子。以为模仿了客气话就能过关。那怎么才能真的表达出来呢？除了口头，还要加上肢体语言。比如用手盖住碗说真够了。而且眼神要坚定一点点。哇，原来拒绝也这么多讲究。你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模仿什么？不只是语言，还有行为模式。有时候不说话反而是最好的。真的吗？这种沉默是金。在某些场合，点头微笑就够了。哇，这太考验人的领悟力了。是啊，你觉得朋友间送礼呢？送礼，不是直接收下就可以。中国人往往要推辞好几次才收。哦，不然会显得不够矜持，对吗？有点，这背后是面子的学问。面子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吗？不全是，更多是你给自己的体面。原来如此，这模仿难度又升级了。对，要模仿的是那种欲拒还迎。我以前觉得这太麻烦，不真实。但这就是社交的润滑剂啊。我明白了，是尊重和体贴的表达。对，模仿久了会变成习惯。那我会不会变成戏精啊？哈哈，只要心是真诚的就行。我还想模仿一些地方口音。哇，那可是另一个大挑战了。觉得那样更贴近当地人生活。但口音模仿很容易闹笑话呢。所以要特别小心学习。这需要对文化有更深的浸润。比如东北话的幽默感，或者四川话的语调变化。哎呀，这听起来更复杂了呢。是啊，但挑战也很有趣。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灵魂。对，那种方言里藏着的生活。比如东北人豪爽的性格，还有四川人那种麻辣的劲儿。模仿口音要抓住神韵才行，不然容易变成刻板印象。对，要带着尊重去学习。这也是深入了解文化吧。不只是语言，更是生活方式。我发现模仿能让我更自信。真的吗？有这种感觉？好像能更快融入群体。这是一个很棒的收获呢。对啊，不再那么害怕犯错。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很努力。
还会觉得你很可爱，很真诚。所以说，模仿是一种表达，是对当地文化表达敬意，也是拉近彼此距离的桥梁。我现在好想去各地走走看。亲身体验才能更好的模仿，感受他们的日常对话节奏，还有他们独特的幽默感。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这也是中文的魅力所在。真的，越学越觉得有意思。中文的世界真是太大了，感觉学无止境，充满惊喜。对，每次都有新的发现。这让我的学习热情更高了。模仿确实是很好的方法，能帮我更好地理解他人，而且还能锻炼口语表达。还能增强我的文化敏感度。没错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。今天的聊天让我收获满满。我也从你这里学到很多呢。今天我们聊了模仿的乐趣，发现它连接人与文化之美。那么，听完今天的分享后，你最想尝试模仿哪种方式？或者你有没有特别的模仿故事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。你的反馈对我们很重要。下次我们聊聊，除了模仿，如何更好地体验中国生活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